上一世，为了送即将临盆的表姐去医院，我连闯9个红灯。事后交警要吊销驾驶证，我找表姐帮忙作证，没想到她却到处散播谣言，污蔑我心怀不轨，甚至还威胁她，如果反抗就让她难产送命。她父母找上门，活生生将我送回快乐老家。我的父母也遭受围攻，导致心脏病发，双双离世。在睁眼，我回到表姐柳如烟求我送她去医院的那天。恒宇，我羊水破了，快送我去医院，再晚孩子就危险了。上一世他害我家破人亡，名声尽毁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。恒宇，你听到没有？快把车门打开啊！如烟姐，不是我不想送你，只是我夜里喝8+1了，现在劲儿还没过，不能开车，要不然你叫救护车吧。没过又怎么样？会开车就行了，赶紧把车门打开，叫救护车还得等他过来，哪有直接去医院时间快？我告诉你彭宇，要是我和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爸妈绝对饶不了你家。说着，柳如烟跑到副驾驶室去拽车门，可我一早就把所有车门都锁上了。彭宇，你锁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都快生了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是想看着我和孩子出事吗？就在这时，爱管闲事的邻居庄婶恰好路过，他立刻冲过来，站在柳如烟那边，一起亲切问候我。彭宇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如烟挺着大肚子临盆在即，这可是2条人命啊！就算你平日里跟他有矛盾，现在也不能拿人命开玩笑，你这是要遭天谴的。上一世就是他到处歪曲事实，跟别人宣扬我一直欺负柳如烟，还说自己是证人，彻底坐实了我的罪名。我8+1劲儿还没散，开车出了事，1尸2命，你能负责吗？你没事吧？你自己开车出事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现在怎么做，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真是个狠人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现在被大公司挖去当大领导了，也买车了，不用你送如烟了，我这就叫我儿子来送他去医院。庄婶上前扶着柳如烟，带她离开了，而我特意请了2天假，带爸妈去医院检查身体。2天后，我回到公司，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。这不是庄婶的儿子庄霍吗？庄婶说他被大公司挖去当领导，合着是来的我们公司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庄霍直接取代了我的位置，成了我们部门的主管。彭宇，立刻把你手头上所有正在跟进的项目都整理出来，交接给我，然后你就麻溜的去人事办离职吧。凭什么你让我去办离职我就去？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可是……你可是什么？你连自己临盆的表姐都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着她差点1尸2命，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留在公司，只会毁了公司。就因为这事要开除我吗？这件事难道还不够恶劣吗？你知不知道临盆生产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凶险？你当时的行为跟嘎人没什么区别，要是没有我，如烟说不定就1尸2命了。你觉得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？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善后，但是公司绝不能留你这种冷血的人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他根本没认清自己帮的人就是一个白眼狼。我可以离职，但你没有直接开除我的权利。想开除我，除非总经理亲自开口。那年我在面试时帮公司当场解决了一个棘手项目，是总经理把我特招进来的，而且我入职这些年，优秀业绩比比皆是。从那天之后，庄霍开始不断给我使绊子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我并不在乎，也没反击。这天，我听到庄霍在茶水间打电话，语气满是怒火。柳如烟，我只是让你向交警解释一下，我闯红灯是因为急着送你去医院生孩子，可你是怎么跟交警胡说八道的？真没想到你会跟我上演农夫与蛇，我当时就不应该心软帮你。这么看来，你流产了就是活该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庄霍突然打开了茶水间的门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脸色铁青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你都听见了对不对？你肯定是特意过来看我笑话的。我没你那么闲，你这2天最好小心点，说不定会麻烦缠身。你见不得我好是不是？我就不信了，我顶着被扣分吊销驾照的压力把柳如烟送到医院，她还能恩将仇报不成？随后，庄霍愤愤离去。第2天一早，柳如烟的爸妈就带着刚流产的她来我们公司闹事了，嗓门大到整层楼都能听到。庄霍在哪喽？赶紧给我出来！敢欺负我女儿，还害我女儿流产，我今天非打断她的腿不可！原本以为他是好人，没想到一肚子坏水，居然对我处在临盆的女儿下手。今天你们公司领导要是不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我们就赖在这里不走了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公司招了什么败类。刘母地上耍无赖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，而柳如烟靠在一旁，脸色看起来还有些虚弱，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抹着眼泪，一副受害者模样。公司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，围观起来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当时看柳如烟临盆在即，情况危急，好心好意开车送她去医院，怎么反倒被你们倒打一耙？更何况她流产压根不是因为送医不及时。庄霍又急又气，急忙解释，本以为把事情说清楚，舆论就会反转，可柳父听完，火气更盛，上去对着庄霍挥出手。你自己看看，我女儿刚流完产，遭了这么大的罪，你还敢狡辩？如烟，你自己说，她都对你做了什么？他说送我去医院，可是车开到一半，他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。我当时挺着大肚子难受，根本动不了，特别害怕，想推开他，他就威胁我说我要是反抗，就把我扔在半路，让我难产儿媳。我没办法，只能任由他造次。柳如烟把受害者的样子演得很是逼真，声泪俱下，
任谁听了都会怒火中烧。一瞬间，所有人看着庄货的眼神都充满了鄙夷和厌恶，如潮水般的亲切问候全都砸向他。庄货大为震惊，整个人都僵在原地，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好心帮忙会得到这种下场。庄货，你不是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审判别人吗？这次回旋镖扎自己的身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疼不疼。柳如烟，明明是我顶着违章风险帮了你，救了你的命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我没有诬陷你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之前就对我虎视眈眈，要不是庄大婶拉着我去找你，我根本不可能去坐你的车。再说我刚流完产，我一个寡妇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名声和孩子来诬陷你？没想到庄主管居然是这种人，对一个临盆孕妇都能下手，真是个人渣。跟这种人面兽心的人共事，我都觉得恶心，还是离他远点吧。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我们下手？你们听我解释，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样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有证人，我有证人的。彭于晏，你别想藏起来独善其身，赶紧出来给我作证！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赶紧出来！我就知道他会把我卷进纷争，还好我在他发现之前就已经偷溜了。等再回公司的时候，庄货的位置已经空了。庄货呢？他现在整出这样的事，当然是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总经理当场开除了。何止啊，刚被开除就被那个柳如烟爸爸硬生生撤走了。我听见那大叔说要去庄货家讨个说法。按照庄货母子的性格，必定会再闹去我家。不过幸亏我之前在给爸妈检查完身体之后，就送他们去跟团旅游了。后来没等到庄货找来，总经理却把我叫去了办公室。你现在应该也知道了，那个庄货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所以原本该属于你的主管位置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另外，只要你能完成手上的这几个大项目，就可以把你升为部门副总。感谢总经理的信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从那之后，我卯足了劲工作，连着2天都加班到很晚。这天晚上，我结束加班去了烧烤摊吃宵夜，刚坐下就看到了柳如烟。此时的柳如烟才刚流产完没几天，脸上却化着厚重的妆，穿着清凉的小裙子，而她身旁还站着一个绿毛。柳如烟一脸娇羞地靠在她怀里。宝贝，庄货那件事怎么样了？那笔钱搞到手了吗？老公你放心，我家一定会逼着他给我一个交代的，要么给我加50万，要么他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我临盆时被他欺负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的宝贝真棒，不过幸好流掉了，我可不想当接盘侠，养你跟你那短命前夫的孩子，等得到那笔钱，我们就结婚，到时候你再给我生一个儿子，不，最起码2个。紧接着，2个人旁若无人的亲热起来，而我默默收起了手机，带着打包好的烧烤，直接离开了。周一一早例会，总经理就宣布了一个好消息。由于彭于晏最近表现优异，现在将他提为部门副总，大家给他点掌声鼓励。总经理还给了我2天假期休息调整，结果我刚到家，庄婶突然冲了出来，整个人蓬头垢面的。你这个恶毒的东西，那天你为什么不送柳如烟去医院？为什么要放任他缠上我儿子？他生孩子的是多大？你居然见死不救，害我儿子落到现在这般田地，你说是不是嫉妒我儿子代替了你的职位，所以才故意设计了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毁了他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的伞烂了，我现在也要撕烂你的伞。庄婶，别在这里嚷嚷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回去凑凑钱，或者你可以让你儿子直接娶了柳如烟，没准彩礼都省了，你儿子的终身大事还解决了，一箭双雕，快哉快哉！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。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也跟你要钱。随后，庄婶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没多久，我收到了庄货发来的消息，居然是庄婶下午来找我的视频。彭于晏，你要是再不站出来帮我作证，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，让广大网友们来给我评评理。我没做任何过分的事，你觉得你能用这段视频威胁到我什么？我会害怕你的威胁吗？彭于晏，我们2个人平日里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肯帮我一把？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搭进去。我没让你把自己搭进去，只是让你帮我向帽子叔叔讲清楚，我对柳如烟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好心送她去医院生孩子，不行吗？凭什么？上一世我洗钱才知道庄货一直嫉妒我，他更是在柳父来我家闹事的时候成为了他的帮凶。我直接拉黑了庄货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他没有再联系我。后来我从朋友的口中得知了他的事。我刚听说那个庄货为了凑那50万，连房子都卖了。可柳如烟他爸知道房子卖了，直接狮子大开口要100万，少1分就要把庄货送进监狱去。然后呢？他给100万了吗？没有，他跟柳家人说自己宁愿去踩缝纫机，也不愿意给他们1分钱，甚至用自己的命威胁他妈妈，要是敢给柳家钱，他立马爬上楼顶自由飞翔。后来啊，他更是跑上门告诉柳家，说他们现在只有柳如烟的一面之词，没有别的证人能证明他猥亵过柳如烟，就算踩缝纫机也是轻判。估计这事到这里还没完。还真被你说对了，现在真出现了一个证人，还是庄货的表哥郝建。那个郝建说曾经看到庄货多次尾随柳如烟，把他堵在小巷子里动手动脚，甚至有一次把人拖到小树林里，还是他出面赶走了庄货，才让柳如烟逃过一劫。当时柳如烟还怀着孕，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，
求他隐瞒，他心软就答应了。郝建还说自己没想到庄货居然不思悔改，还变本加厉，在柳如烟临盆要生的时候对他下手，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经历这些痛苦，他实在是看不下去，所以出面来当这个人证。那还真是精彩啊！此时的庄神已经发疯似的跑去郝建家跟他拼命，还险些把人弄伤，后来还是有人报了警，才没有闹出人命。而庄货最后也没有答应赔偿，宁愿踩缝纫机。柳父反手就把庄货告上了法庭，最后法庭判处庄货5年有期徒刑，并且赔偿柳如烟精神损失费45万。这个庄货真是缺根筋，还傻乎乎的送上门去提醒柳家人没有证据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代价。我爸妈旅游回来后得知这件事也是一阵后怕。儿子，幸好你当时没答应，不然说不定现在被赖上的就是你了。我们以后还是跟他们一家人保持距离吧。你妈说的对，你二舅那个人本来就心术不正，可我真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还带着如烟做这种事。我爸妈不知道柳如烟的真面目，我也没多说什么。就在我们一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家大门突然被人狠踹了几脚，我妈走过去刚打开门，柳父就带着柳如烟冲了进来。彭于晏，今天我才知道真相，原来当时如烟羊水破了，第一个找的是你，求你送她去医院，你居然不送，害得我女儿被庄货欺负，你们一家还有脸吃饭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一家人不把这件事彻底解决，以后就别想过安生日子了。柳耀祖，这件事的真相如何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要是敢讹我儿子，我也不会对你心慈手软。柳耀祖顿时愣住了，毕竟我爸妈为人特别老实，从来不跟人起争执，一直都是能忍则忍。姐夫，明明是你儿子见死不救，害我女儿大着肚子还被人欺负，结果你们还在这里颠倒黑白，真当我是面团捏的。还有你姐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你男人欺负你亲弟弟。我对你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这些年我对你问心无愧，从今天起我就没你这个弟弟了，你甭想算计我儿子。没错，赶紧带着你女儿从我家离开。柳耀祖没达到目的，自然是不肯离开，他赖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怒瞪着我。我利索的拿起手机，直接报警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，还敲诈勒索。彭于晏，你居然敢报警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根本不把我这个二舅放在眼里啊！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二舅？你干的那些事是长辈该干的事吗？难不成我还傻站着等着你被你敲诈？最后，柳父撂下一句威胁的狠话，带着柳如烟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公司，就发现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有些怪异。这时，一个同事直接给我甩过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柳如烟哭诉是我把她推到庄货那个恶魔手里。我那个表弟彭于晏，他故意不送临盆的我去医院，就是为了让庄婶把我带去庄货那里。彭于晏和他们是一伙的，这一切都是他们提前计划好的。彭于晏才是背后那个最大的推手，他从小就对我虎视眈眈，长大了更是变本加厉，还带着别人一起害我。现在庄货被绳之以法，给了我希望和动力，我才有勇气站出来指证彭于晏的。舆论疯狂发酵，对我的亲切问候声不断，就连同公司的官号也被人给冲了。一些合作方得知这件事后，都暂停了和公司的合作。彭于晏，现在网上的舆论很严重，我们高层一致决定让你停薪留职，先把这件事解决好了再回来上班。没想到我回到家，发现已是一片狼藉，墙上、门上都是被丢的烂菜叶、臭鸡蛋，甚至还有臭鱼烂虾，恶臭扑鼻。还有人用红漆在墙上写字。我强忍着怒火进了家门，看到我爸妈坐在沙发上，满脸愁容。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这阳台的玻璃怎么都被人砸碎了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我们没事，这些人太疯狂了，白天一直在砸门，在外面口吐芬芳，把你妈吓得不轻。我真没想到柳耀祖居然这么丧心病狂，再怎么说你也是他亲外甥，他居然敢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。爸妈，这件事你们不用操心，我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现在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，之后他们被揭穿的时候才会被彻底反噬。我爸妈见我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，悬着心放下来了一些。到了凌晨2点，我在家门口安装了监控，之后把网上那些攻击我的言论都截图保存留作证据。而此时的柳如烟借着这波热度，开始在网上直播带货，卖着所谓的产后恢复好物，装着可怜博取大众同情。直到舆论到达顶峰时，我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，正是那天在烧烤摊偶遇柳如烟时拍下的视频。视频发出后没多久，舆论反转。天啊，活着我之前是被人当枪死了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个柳如烟私生活居然这么混乱。他才刚流产完没几天吧，胆子真是大，也不怕落下什么后遗症。当晚，柳耀祖一家直接杀到了我家。彭于晏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视频发到网上？知不知道我们一家现在有多惨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你这恶毒的东西，你明明就是恶意剪辑，故意陷害如烟。你是草履虫吗？我恶意剪辑，你女儿刚流完产没多久，就躺在别人怀里嘤嘤嘤，她不提供素材，我上哪剪辑得出来？还有，你自己女儿什么德行？你比我更了解，视频里的人究竟是不是她？你也心知肚明。
孙招娣、柳耀祖，趁现在我还有耐心，赶紧团成团离开我家。彭于晏，你是想逼袭我们一家啊？你简直太歹毒！信不信我嘎巴一下，永远的留在你家？表弟，你真的要逼袭我妈吗？她嘎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你们都得踩缝纫机，你真是恶毒！我恶毒？柳如烟，你刚流完产就做出这样的事，你说这话使脸都不觉得烫吗？怎么有脸说我恶毒？彭于晏，你再这么咄咄逼人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你们如果不招惹我，我会有机会这样对你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家里现在安了监控，敢动我一下，都给你发到网上去，到时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此时的柳如烟眼神里充满了恨意。就在我以为他们要硬抗到底的时候，柳如烟突然朝我软下膝盖。这是要演苦肉计了吗？表弟，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！那些网友太可怕了，我的私信已经沦陷了，他们还要组团上门讨伐我，我的好日子还没过够呢，真的不想被他们毁了啊！我求你了，表弟。于晏，我也求求你了，可怜可怜如烟吧，她刚失去孩子，身心都没恢复，你就原谅她这一次的不懂事吧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们就一直不起来。我无动于衷地玩起手机，母女俩见状，一起连滚带爬来到我面前，眼泪和鼻涕抹了一脸。表弟，求你原谅我吧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是了，于晏，你就放过我们家吧，我们真改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两个人一左一右地扯着我的胳膊，掩护着蠢蠢欲动想去砸摄像头的柳耀祖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家可不止那一个摄像头。柳耀祖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乱动，不然我可以告你故意毁坏他人财物。彭于晏，你真的一点亲戚情分都不顾了吗？快让你爸妈出来，我跟你讲不通，我要和他们说。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我妈上次已经说了，再不认你这个弟弟了。柳耀祖见我坚如磐石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转头把气都撒在了柳如烟身上。都是因为你刚没了孩子就不知廉耻的跟男人在外边做那种事，做就算了，还被人给拍下来，这下好了，老子一世英名都被你毁了，你这破事老子以后都不管了，但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件事解决了，就永远别想回家了。爸，求你别说了，我心好痛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让我男朋友给你钱好不好？求求你原谅我吧。你还好意思提那个来历不明的野男人？现在出事了，他人在哪儿呢？还不是妹妹隐身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赶紧把那男人给我找出来，然后从他那里弄点钱。此时的刘母站在一旁看着，丝毫不敢上前劝阻，生怕殃及池鱼。柳如烟的求饶声慢慢变小了。行了，别在我家继续丢人了，要问责回自己家去。柳耀祖见我意已决，不再多说，扯着柳如烟想要把她带走，她却挣扎着爬过来，抓住我的裤腿，苦苦哀求。表弟，如果不解决这件事，我爸真的会说到做到，把我赶出家门，所以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。不想走是吧？行，待会儿你们就都不用走了。在他们正愣的时候，帽子叔叔从外边走了进来。柳耀祖、孙招娣、柳如烟，你们三人现在涉嫌诽谤、寻衅滋事以及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现在依法逮捕你们。几天后，帽子叔叔发布了官方声明，说明了我被冤枉的事实。我重返公司，而之前的合作商又找了回来，为表歉意，都和我们公司签订了新的合作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柳如烟把一切都怪在他父母身上，拘留了几天就放出来了，而柳耀祖则是都推到了孙招娣身上。最终，柳耀祖被判3年，孙招娣被判5年。我再次见到柳如烟，是在街上，她正坐在绿毛的摩托车后座上。一见到我，她故意让绿毛骑着车在我身边转了好几圈，眼神里满是得意和挑衅。彭于晏，没想到吧？我没有踩缝纫机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我没搭理他，转身就要走，他恼羞成怒。彭于晏，老娘跟你说话呢，你耳朵聋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把我爸妈送进去踩缝纫机，这事还没完，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。哦，你想干什么？柳如烟让绿毛停车后，他来到我面前，迅速弄乱自己的发型和妆容，最后还把衣服扯了扯，然后大喊非礼。周围人瞬间投来目光，个个愤愤不已。我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还很虚弱，求你放过我吧！难道把我爸妈害得踩缝纫机还不够吗？你看这怎么狗样，没想到死个败类。像你这种人就该好好管教，兄弟蒙扁他。我没有碰他，你们要不信可以报警。他还在追忆，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来。那一切等帽子叔叔来了再说。如果谁敢对我动手，那我也会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，建议你们做事之前先考虑清楚后果。这小子看起来底气十足，难道他真是被冤枉的吗？还真不好说，在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，还是不要动他了。走走走，我们赶紧走，待会儿帽子叔叔来了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本来我们就是纯路人。此时的柳如烟也想借机逃走，被我逮个正着。柳如烟，你想往哪跑？柳如烟身形一顿，立刻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。我在后面追赶，可没等他跑出太远，就被一个突然冲出来的人撞倒在地上。救命啊！你是谁？快放开我！只见男人恶狠狠地控制住柳如烟，不一会儿，缺氧的柳如烟脸涨得通红。这人好像是装货。我嘎了你，我嘎了你这个臭女人，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，都是你毁了我，我要嘎了你。
记得之前听人说过，他在入狱前被柳耀祖打断了一条腿，眼下又因为柳耀祖的事情反转，被提前释放了。此时的柳如烟拼命地挣扎着，可是根本是无用功。这时，人群中的绿毛突然冲了出来，一把扯开了庄货，把他掀翻在地。不等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柳如烟就拿着半块砖头招呼过去：“我让你欺负我，让你欺负我！”柳如烟在气头上，而绿毛也在一边对庄货拳脚相加。很快，他们就发现庄货没了动静。柳如烟和绿毛想逃，但被路人拦住了。很快，帽子叔叔赶到，给两人戴上了银手镯。柳如烟面如死灰，而绿毛在旁边大喊大叫：“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现在要踩缝纫机！”少装无辜！一开始明明是你给我出主意，让我诬陷庄货，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。他们两人互相亲切问候，紧接着被帽子叔叔厉声制止了，押上了警车。我看着庄货被拉走，心里一阵唏嘘。随后我转头离开，这一世我要带着爸妈好好生活。